有的人就是比较大富大贵，比较富贵啊，吉祥啊，通常就是我想得到的就能得到了，想拥有的经过一点努力之后就能够去拥有，其实这就是很有福。我这样讲说，这就叫有福啊，因为很多人真的努力了，甚至是真的拼命了，都得不到他该得的。这就叫命运。同样，大家就是成功的人也努力，失败的人更努力。对，有很多人运气弱一些，命运差一些，人生努力的结果比如说对于幸福最后得不到，该得的金钱得不到该得的他应该得的那些美好就在手边就失去了。所以有时候这个命相师就告诉你，如果他实话实说的话，就告诉你，先生你这一生是非常的辛苦。对方就盼着有一个好答案呢，那我将来会怎么样呢？我既然很辛苦，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境界不是佛教修行人要追求的那个空，而是拼命的努力想得我生活之需，得我情感之需，得我家庭的这个爱情之需，甚至子女兴旺等等的，有很多人是要什么没什么，他们也不是不努力那么我去大约上总结看这个命运，就和大家心里笼统的所知道的就是一样的，那就是天意那从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来说，也是我也去从研究这个佛教的这个因果论的概念，我是说不去盲目的信不要盲目的信仰，就像有人说，你说外星人我就信吗？没几个相信，对不对？可是经过一个认真的考证研究，发现它就是这个规律。所以要多做善事多做功德多做什么善事呢？去布施比你更需要的人比如说你还是有一定的钱财的你适当的时候像街头有人去乞讨甚至到你家门前来乞讨我们尽量的去布施一些去帮助那些该帮助的人有些天灾人祸，这种大的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我们布施一些钱财物，布施力气在很多国家还有布施自己的血液，因为在医院里头很多人等着输血，可是没有，花钱都买不到。社会大家不去捐献血液的话很多地方买不到血液我们去布施像血液我也布施过几次用自己的财布施用自己的心布施去倡导大家和我一起去帮人多做布施，多做功德，就会自然会得到好运气、好命相所以一个贫苦的命相到经过行善、经过修行之后从坏命运的变成好命运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的面相、手相都在跟着变。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比如说你那个，因为儿童时期不算，因为你的身体还没有长全呢到20岁和30岁的时候，你的脸在转变，除了越变越老之外这是肯定的，它这个变化是有，那是年龄变化。但是与五官的颜色，还有这些部位，五官几个点的高低、圆满程度，它也变。那有的人说那是发胖发胖的不算。如果你的体重还差不多的话呢，你的面相有没有变化？
是有的，尤其是懂得做慈善的事业哈，修佛的、喜欢帮人的人，就是你的脸相是变的，啊，比如说男人，我透露几点信息哈，男人想能回家统治太太的话，要能修出有权力的相，啊，今天男人比较少，我就不传授了哈。女人能统治老公的相，大家想学吗？不用教，你们都会。哎，真奇怪了，这个女人一结了婚之后，天生就能统治男人。哎，这个没办法，这是天生的，啊，所以女人能够在家统治男人的，这有一种天意，叫做母仪天下。哎，是吧？在家能统治男人的女人，请举手。大家都很谦虚哈。男人在家被统治的举手，举吧。你总得有个诉苦的地方吧？举吧。举的话，算是能得到一点能量的加持哈。说不定明年的话，啊，你们家就天翻地覆了。你可以起义的，你可以推倒过去的皇权，好吧？想造反的举手。你看看，很多男人就受了气，一个不敢举手，举完手之后也不敢造反。啊，当然了，你那个，你娶老婆娶的不是老婆，你娶的是武则天。你乐意当武则天的老公，或者是乐意当武则天的跟班啊，这没办法。啊，这样男人比较省心了。只要在家有饭吃就可以，多挨骂也可以，只要有饭吃，对吧？啊，帮太太拎包啊，帮太太化妆啊，这是好男人，好吧？哎，所以男人要翻身不容易，好好来修，好吧？好好来修，多做功德，啊，尤其是多干体力活，好不好？你看声音这么小。要想改变的话，做什么都需要付出成本的，都需要花心血，好吧？哎，多到禅堂来干些体力活。好，多做功德的好处是无限的，啊，像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啊，我们说能够遇难成祥，我们很多人都需要去做事业，尤其是男人，虽然男人在家受气哈，但是赚钱的事情很多都是男人要先扛起来，哎，那你要做点事业呀，包括打工啊，啊，要赚钱养家，你还需要顺利，还需要有智慧。有智慧的人呢，可能赚钱多一些，啊，有体力的人呢，其实赚钱会少一些。既没智慧又没体力的人呢，啊，不需要赚钱，别人会布施啊。有属于这种人，我们都会帮他，好不好？大家没想通哈。既没有体力又没有智慧的人，谋生是很困难的。不要说养老婆，养自己都很困难，那怎么办？我们大家就要帮他。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啊，来年或者叫来世，也许3代以后，在街边乞讨的人，他的儿子孙子也许就是将军，也许就是总统，世界是这样轮回的，啊，就是古人就讲，皇帝没有种姓，就不是说你姓黄就当皇帝嘛，不一定，姓李的也可以当皇帝，姓张的、王的、孙、赵、钱，什么都可以当皇帝的，它是轮番的。说今世的贫苦，今世的弱势，也许正在积蓄着能量，让他的孙成为更强势的人，都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成为更好的呢？那就要修功德，修福德。啊，所以我在过去偶尔去一些人家
路过呀，或者是因为路过的时候，有时候自己很饿，没有，就是有钱也没有饭啊，身上没有吃的，哎，就到我要选人家，有的时候为了顺利的我能到别人家吃顿饭，我就选他家那个磁场那个光芒是很吉祥的，一眼就看出他是富贵人家，到他家一定有饭吃。你到穷人家去，他都没饭吃，我怎么能要到一口饭呢？所以我就要看他家的那个气场，应该说叫风水哈。一看这一家兴旺，我就敲门就直接大咧咧的。我还如果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我要算到他家的饭刚刚出锅的时候，我就进去，我就大咧咧，哎 ，hello，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就是和你们家这顿饭有缘分。一般人一看这种情况下啊，一开始还人真的愣愣的，他们觉得男性同胞呢，男性就开始防范着，这是什么人？是不是坏人？我先不管了，等他们正发愣的时候，我一碗饭已经倒下肚了。啊，有的说你是什么人啊？就到我们家吃饭，我是有缘人。啊，都没跟我们打招呼，没经我们同意就吃饭了。我说你们没有拒绝就是同意。啊，走的时候我只送给他一句话：吉祥如意。这样送给他。有的人很有悟性，就是哦，好啊，谢谢谢谢，你也吉祥如意，啊，欢喜的把我送走。有的是什么也不给钱，也不打招呼，说句吉祥如意就走了。我不要吉祥如意，我说你千万收下。因为我吃了你们家的饭，所以我送你一个贵重的礼物，叫吉祥如意。比如说那一年他家应该撞车死人，也许收到这一句话之后，他就不会死，甚至也许车还会撞。等撞了车没有死，他觉得曾经有个年轻人到我们家吃饭，走的时候不给钱，送这句话，也许他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大家多布施，多帮人。如果我去你们家吃饭，大家同意吗？同意。好，我就喜欢听这句话啊。所以多做善事，多做布施那个天神呢，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同哈，笼统来说，天神呢、佛菩萨都会帮你就是经常布施的人。我在之前讲课的时候，我就讲到过一个概念，如果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总想到别人那里去索取，你给我些钱，你给我些饭吃；还有一种人呢，总想去布施给人家。请你们自己算一算，哪一种人算属于有钱的人？大家都知道很有悟性，就是乐意布施的人。什么叫布施？就是给别人钱财物的人是有钱人，那叫做天命无论你多富有，总想到别人那个手里掏一点钱回来的，这叫穷人，就是命相当中就是穷人。所以真正的富人，你经常的看到是把钱给别人花，而且这个人和你无亲无故的。所以父母亲给儿女花，那个是疼爱子女当给陌生的穷人去花，那才叫慈悲布施那还有一种行为也是给予的不叫布施，叫供养。供养一个修行人，他要修仙，他要成神，他要修佛，不管能不能修成，你去给他钱，给他物，那叫供养。因为是向上的一种叫供养，给下叫布施这些也都是给自己积功累德的一个非常好的行为。所以在南传佛教之中一年大概有1-2次是供僧大会供这些修行人，这叫供养供养也许获得的利益会更大，因为这个人的修行或者你直接供的是神佛如果你对一个活的人去供养的话，他一定是位修行人。那也许这个修行人
现在已经成神成佛了，也许来年、后年、5年、10年之后他就修成了。所以我们去供养这样一个修行的人，这个也许这个众生能够得到教化和救助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你曾经供养过他，他有一天开悟了，那你是跟着一起获得那种吉祥。比如说这个人修成佛了，那你呢供养过他，你最少也都是菩萨，你干的那些坏事也就一笔勾销了，好吧？所以不怕你犯错误干过坏事，但是你也有善心去做个布施，做个供养，做个修行，就能够抵消掉你的做错的那些事情，我们称为叫业力，就是抵消掉你的业力。听得懂哈？因为很多是受英文教育的，听我讲的时候有点吃力，那我尽量用有点偏英文的普通话来讲，好吗？所以做供养、做布施来出钱出力，到底对我们有没有帮助？现在在这个药师殿的同修，有没有人你做布施，你直接获得利益的，你有感觉的有吗？有吧？举手。好，太好了。我记得在我们加拿大温哥华禅堂，是我们在国际的第一个禅堂。那当中，我们买下那个道场来之后很多方面都需要去装潢、修理、刷漆，一切都要更换，除非那个墙壁里面不能更换，所有的内内外外、地板、天花、灯光，连电线都是要换的。我们这里也换了很多。对，有一个人天天在外面刷墙，年龄又不老40多岁，那个皮肤晒的。他经常侧面脸，这面对太阳，所以这面半个白一点，这半个黑一些。我就去看他们，我说过来，我给你们送一些矿泉水来喝。我就问他，你有什么愿望呢？他一开始我第一次给他说的，没有，反正我现在也是闲着，我就来做些事情。过了1个多月。我们这些装修都完成了，我再见了他之后，终于2个脸都晒黑了，我就问他，因为我知道他有想法、有目的，你为什么来在这里做功德？我为什么？我皮肤病，他那个牛皮癣他整个后背像篮球那么大一块，圆的呀，牛皮癣越到晚上越痒，就挠。他每天晚上醒来之后，他的床上就落了很多很多像那个鱼鳞一样的东西，一片。那太太给他就清扫，用扫把扫，一片一片的。他请过所有的大夫，什么医生都看过。他本身在温哥华住嘛，所以第一个就看的西医，看的都是专科的皮肤科医生。抹药的时候好一点，只要药一停下来，呼长得更厚了。这中医什么医，兽医都看过呀，就是给那个牛和狗治病的医生都给他看过，没用。所以他有一次一个老中医，他给他说，你反复到我这看好几年，我估计对你无效。因为那个老中医很老70、80岁，就给他讲年轻人我觉得呢，说不定你这个病是业力病。老人家说，我也说不清楚，我就是这种感觉。但你第一次来看的时候，我就感觉一个你的相貌，因为很多老中医是研究命相的，不同的命相气色就代表着不同的疾病，但是也代表着你的命运。
啊，他也给他说了，你生了2个女儿，对不对？哎，对呀，那中医你连这个都能看出来啊？是啊，他说我们过去学中医这些都会看的，啊，他说你应该给人看相，哎，他说我们还是实际一点，给人治病就好了，对，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业力的问题，啊，就是说功德不够，他说你要去找一个行善的地方去做功德，啊，他就听我们一个同修是他邻居，一开始邻居练功他还笑话，后来听老中医讲了之后，他养的实在难受啊，就问你们那个禅堂怎么样？就打听我禅堂的消息，啊，那同修给他讲了一些效果，啊，同修是老胃病，练好了2个月练好了，说禅堂我们正在装修啊，买下新禅堂来，很多方面都需要人手，禅堂又没有那么多钱，啊，那你要想做功德的，我给你介绍，那你不是我们的同修学员，因为禅堂还不让你去干活，越不是同修学员到禅堂来，禅堂还会好好招待你，不让你干体力活，就是真想干活的学员，我们才给他安排，啊，所以他还不是学员，让我们的一个同修带着他，为什么不敢进里面啊？进去之后说不是学员，不让他干活，所以他就抢先在外面去刷墙，不进屋里去，他就要做功德。所以一开始我问他，他就不敢面见我，生怕不让他干了。等把活干完之后，他才给我讲，啊，他是有这样一个康复的目的。我说你进去修就好了。他说那个老中医讲了，所以让我要做功德，所以我先干活。我就不敢问他的效果了，因为我知道牛皮癣虽然不要命，但真的很难治。啊，他说今天我能够，来跟你说的时候，他说做功德真的很有效。我的牛皮癣还有，他就把上衣一脱，因为是夏天，啊，后头一个圈，但是上头没有癣了，但是一个黑的一个印子，就像曾经在那儿镶过一面圆镜子一样，但是镜子一取下来，后面的墙的颜色完全和旁边不一样，在他后背上，圆圈里头是深色的，但是没有一块癣的部分，啊，哎，我说怎么这个样子啊？他说这都好了，那之前上面一层啊，一敲嘎嘎响，啊，到晚上你要挠得出血，啊，我看他说的时候那个不会撒谎了，完了太太也端这个油漆桶过来，啊，是啊，我先生每天那个痛苦，晚上弄得我也睡不着觉，我要轻轻给他用扇子扇呀，轻轻挠一挠。他说没有办法，我天天晚上这样陪着他，真是个好太太，啊，那现在一般年轻人早跑了，遇上个牛皮癣，他你这个样子跑了，啊，对，还能这样晚上伺候先生才能去睡着觉，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哎，他刷了1个月的墙，啊，他说基本上好了，所以我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说你赶快参加几个我们看起来叫普通的健身班。他说几个，我就多说吧，10个，好啊。宁可不做工作，因为那个病熬的他呀太受不了了。每一个这个班8天，参加了10期，完全好了，啊，那个牛皮癣一点儿都没有了，啊，他又做功德，又去禅堂里任何需要人花钱做事的时候，他都是抢先去做，啊，所以又花钱又出力，啊，那些体力活，所以他在禅堂修了2个月的时候，他那个病越来越好。你给我说让我干什么活儿？容易，洗厕所啊。他太太一听啊，他是老板呢，哦，老板啊，是哪里的老板啊？他先生说不要胡说八道，我在这里我就是一个最低的一个学员啊，就是洗厕所，哎，第一次洗了之后，我也找人检查，洗得不干净，他又拿个刷子这样不看厕所里面这样刷，所以刷出来里面是花的。我说不行，要刷到厕所的水舀出来能喝才可以。啊，他就
用手拿着抹布，3块抹布，第1道、第2道、第3道，每个厕所都洗成这么干净。那么真正的来说，100天之后，他那个牛皮癣彻底就没有了。又做事又修行，做事的这个过程，既在积功德，也是在修整自己啊。你让众生能够享受到，你付出体力，让大家感觉到卫生干净的这么一个众生都需要的一个东西。可是我就是想着让他清洗自己，其实，就真的好了。所以这个做功德呀，有的时候我说的这是比较快速的功德，还有很多的功德它是比较漫长。这些功德的这个能量呢，它不像一张纸、一块黄金、一些钞票，这么可以看得见。这个功德是分到你的生命中方方面面。比如说情感会好容易找对象婚姻容易幸福呀，做事业容易稳定做生意的能够赚钱了，做官的不容易被人推翻了，能管几个人的就叫官了因为做官能长久的现在都不容易做官要稳定对，这一切的好处，当然包括子女兴旺这一切的好处都是修来的。所以我再走到不同的，包括商场包括一些居家民宅那个风水加那个气场每个人家不一样。有的人家就是一看就是富贵的场，还有的叫富贵绝命场，还有这种。为什么叫富贵绝命场呢？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大富大贵仅此一代。第2代就有孩子，有的也叫夭折，还有不成器，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进监狱，不能生育，不能结婚，或者是横事，就有这样子的，富贵但没什么用，就一代，还有就综合的，我认为最好的气场的，方方面面都不错的，还有那种场，对，有的人，尤其是我们在东南亚地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做功德的这种认识，还都乐意出些钱出些力的，这样他就会改变那个场。如果他真做了一些善事那隔一段时间再去看的时候，那种场能就变了。这种场能很难说就是那种感觉我之前还讲过，像富贵场还有转移的，就是从比如说张家转到李家，对，有一回师父让我去办事，就走到一个村庄，到那个村庄的时候天刚刚黑下来，在那个时候看风水也是一个很好的时候。我觉得像幻觉一样，我要去的这个张家去办事，张家从他的墙里面，就像幻觉一样，有那个像金色的小人，咚咚咚咚咚咚跑出来，跑到隔壁那一家，跑到李家了。他隔壁姓李。我本来到张家去办事，师父让我到张家，其实帮他，我就眼睁睁的看到他家的小金人咚咚咚咚走出来。等我办完事之后回去告诉师父，我说我像幻觉一样看到有这么一幕。师父闭目一算，说哇，哎呀，张家我让他做的事情他不做呀，我要帮他，他拒绝呀，这我们帮不了他呀。那财神从他家跑了，为什么呢？比如师父当时说，我修这个大殿堂，让很多修行者进来打坐修行学习佛法。
到他家募款，他家是最早发财的，就是张家。可是他有钱，他就说没有，我们的钱赚到的钱都花掉了，或又赔掉了。他就是这样说。第一次师父派的人不是我，是我的一位师兄。师兄原话回来说：“师父，他说他赚的钱又赔掉了。”师父说没办法。等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师父想不要让他赔，拦住他。可是我刚走到他家外面的时候，看到他这小金人咚咚咚咚咚跑到隔壁邻居家去了。我一看小金人到了李家，嗨，师父没让我去李家，我还是去李家吧。我给李家一说，李家说好啊，我们没那么多的钱，我们不像隔壁邻居做生意哈。这样，师父说的那个钱我出了。他家没有多少钱，比李家差得远。我同样是啊，祝你吉祥如意，心想事成啊。回来我就给师父说，师父说没办法，这个财神呢，财神移民了，从张家移到李家去了。对，从那一天开始，他家就败落，做什么都赔，做什么都赔。对，那个时候他弄了一大批木材，买了一大批木材，本来能赚10倍的，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把大火烧个精光。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后来说他就养猪吧，说养猪能赚钱，听人说买了一小猪仔，刚养了半年，还没长成，一场瘟疫全死了。病猪死了之后，1分钱都卖不了，还要花钱请人拉出去埋了。就是你没那个功德了，做什么都不顺，干啥都赔钱，子女不听话，还有很多不松心的事情，只有不顺心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当你不顺利的时候，事事都不顺利，所以，提醒大家多做功德，布施的人是最有福的，布施的人最有福，也叫做施比受更有福，记住这一点，这也就是变成富贵人的一个秘诀。但是扭转这个心态，建立起这样一个心态是不容易的，不容易没有关系。本师父就提醒你，从哪里做起呢？路边的穷人能给一点钱就给一点钱。你不要说他是不是骗人的，好吧？就是骗人在路边装着要钱，其实这个也骗不了多少大钱啊，对不对？最多有个混了一碗午餐钱而已啊。所以尽量去布施啊。像你的有功德能量正，像在中医来说你几乎得任何病都是你自己身体的能量不足，邪气才能入侵，才能引发了各种疾病。尤其是感冒，感冒西医里头怎么解释我不知道，但是中医里的解释不是今天突然吹了一阵凉风你就感冒了，只是今天这阵凉风引发了你感冒的症状。实际上你的比如说风寒热那个伤风的那个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程度了，只是后来因为这一阵凉风将那个病症揭开了告诉你而已，你才体现了咳嗽喉咙痛发烧实际上那个病已经在里面隐藏了，就是后来有人过来按了一下开关，你的症状就表达出来了所以如果你的身体里面是正气呢，谁按任何一个开关你都不会得病的。所以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就是邪气不会进来，不会干扰你。对，邪气、邪法、巫术，就是这些方术对于一个正气比较充满的人应该没有什么作用功德又强，一身正气的人，这个邪气就没有作用所以今天你遇到了各种疾病的传染，或者容易得病，都是你的正气不足，正能量不足。就像你念经吧，念经没有用，
像那个《西游记》当中，那个师傅给他的徒弟孙悟空念紧箍咒有用，给牛魔王念就没有用，他两个是不配套的。像那个遥控器和电视机之间的关系，他们接不通，就是你那个能量充足的时候，那个邪气和你之间是接不通这个讯号，所以，做功德在家修行是非常的重要，就能够改变我们的健康运气还有命运所以连续的好运气就是命好，但是命好的人也要懂得知足和感恩，因为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努力，但是没有你那么幸运，你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好多人成就不了，也很辛苦，所以我们就要有一种博爱之心，多关照一些比我们更弱更差的人。所以你做善事和修行，你的身体里头从一开始不接受到逐步的接受到完全接受之后，还有一个特别吉祥的一个现象，就是你的身体的，如果你完全接受慈悲和帮助别人的话，就是你的身体里头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了慈悲的成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那个命相就开始改变如果你学的那个文化知识稍微高一点的话，就懂得了。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了一份慈悲，当你整个身体这些能量把它串联起来的时候，那就叫做大慈大悲。你已经具有了大慈大悲的这样一个能量的场，这个时候命运就开始改变了。本来该发生的车祸，变小了，或者是消失了。本来可能是这时候要赔钱的事情，不赔了。本来可能是老板把你炒掉的时间来了，这时候不炒了，你做得好，甚至还给你涨工资，都是会变化的，就是这个慈悲的场。为什么变成慈悲的场之后，就会得到这么多的好处呢？大家想知道这个理论吗？你想知道这个理论之后，你就会去那么做了，你就会变成一种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实践的修行者，我不会盲目的说你说佛呀道我就相信的，我是第一个先受益，第二个更深的知识我就去研究它，我研究的到去看到这么多的证据告诉我这个真的是一个好方法，我才去相信它，而且只要相信就是永远的，因为不是听说来的，是自己实践见证来的。因为普通的人，我们的所有的想法都是获得，这个美食我吃了，我一定要品尝到它多么香甜，这个美色给了我，哪怕说是一盆花，这么好看，我搬回我家里去，那么这个人这么好看，这么帅，这么美能为我所得所用，我多幸福。他那么富有，开那么好的车，如果我来开，是多么气派。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想着我自己获得，这几乎是每一个人。你看每个人经常很多人长得还算是比较像个人样子但内心里头都是强盗，都想把它夺过来。要不是出于法律的原因的话，大家都开始抢，是不是？一进来看谁富有抢，互相就是这样子。就像那个古代时期没有秩序的那个社会，所以表面上道貌岸然，但是内心里都是很疯狂、自私。这是每一个人。所以基于法律的原因，所以他没敢下手，但是心里都是这么想的，那就是常人。当然有一天有一个人说，我不但不去抢。说我有的我要给那些缺少的人，去给他们分享。这种感觉，这种意识，就帮助别人的意识变成非常强、非常大的时候，
不会改变的时候，在上天那里，我说上天包括神啊、佛呀、这些高级生命那里，在看你这个人的时候，说你根本不是人。如果是人的话，你是圣人，你是神人，你是众生之王。因为过去皇帝的概念，一个国家的皇帝是指什么样的人呢？不是统治人民的人，而是爱护众生的那个人，才是我们的皇帝。各个国家选总统的时候，为什么总统一直要表示，甚至总统在就任的时候要向神起誓，我要用我所有的精力、我的生命，去利益我这个国家的众生呢？你不是爱众生的这样一个人当了王的话，众生就惨了，对不对？众生的钱你拿了，众生的吃的你给吃了，对不对？众生的应该救济灾民的钱你自己修后花园了，当然就不行了，那就不是爱民，而是剥削，这样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人王，不是真正的皇帝所以有这样的人的话，就能当皇帝。我们不当皇帝，我们是一个大解脱者，像神一样的人。像神一样的人，你有了这么大的一种慈悲心，你那个磁场变得就像人有了差别，但是你的外表还是人。所以一切的能量、智慧、福气权力都可能会给你所以你的好运气就自然就有了。所以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就发现是这个道理大家可以去共享吧。